好，我是 Tim。做纪录片真的不简单，你要有很多人看，并且有真实的表达，还要在商业层面能够做到平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三角。但在国内居然真的有这么一支团队跑出来，在短视频横行的年代，他们的每一条片子能够有几百上千万的播放量，而且还有大量的人愿意付费来看他们的片子，这怎么可能？这是我们团队根本做不到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团队就是食频道丙叔所带领的团队。Hello， 大家好。丙叔，你以前是做什么？就是你们说是叫战地记者，其实我们原来就是驻外记者。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对手，就是在 UP 主里面居然有战地记者变成美食博主，然后再变成一位纪录片导演。那这一次我们总算得到了机会，想要和你共同走入丙叔团队的后台，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打造一部能够打动人心并且有高播放量的纪录片。而这次我们的地点是泰国。 Let's go。丙叔是我见过战地记者里面最懂美食的，也是美食 UP 主里面最会拍纪录片的。他还是我见过少有的镜头前后状态完全一致、非常平静的一个 UP 主。这次走进他们的后台，我感受到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我们的工作流真的完全不一样。不像我们每个阶段的工作都会规划好一个具体的时间，丙叔他们真的就是完全随机。然后神奇的是，他们频道每个月仍然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保持5期左右的更新，而且每2个月就能更新一条长达2个小时的高质量纪录片。这对于一个小团队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效率。而另一点，丙叔的节目关注了很多社会性议题，也会面临很多争议，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他们到底是带着答案在找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找答案，这很重要。那这一次，我们也开门见山地问了问他。其实采访这集发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些人看了会不舒服。对，他们说你是不是带着这个观点去那个？我说我要去台湾，我只会去让我的落地的制片提前给我找不一样的人群，就我大概知道在台湾什么样的人群是有特色的，然后我去找这样的人群。就比如说我会问他，我说那台湾是不是会存在一个家庭每个人证件不同？他会啊。我说 OK， 你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家庭，啊，我的要求只会到这儿，然后剩下的都是。到时候去问了之后，我们再去捋，大概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台湾这集的名字叫《何以当归》啊。何以当归这个名字是在发布之前我们才想出来的，就全随机。那选题怎么选？你们是内部讨论出来，还是你拍脑袋决定？啊，选题这个事儿，我拍脑袋决定嘛，基本上是我拍脑袋决定。我对这事感兴趣，然后我才会定啊。然后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感受判断吧，就比如说。从这个对这个事儿的新闻背景的了解，还有这些了，然后再比如像咱们这个同学看了，就是其实这次来拍摄的时候一直在问我说你明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对我们的人来说非常离谱，就是你们的团队是真的没有这个，就是哎，我今天一定要采访这个，我一定要挖出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他必须要说这个话，我今天的拍摄才叫完成，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会搭这么一套景，像这样的这个拍摄。但是你们不会，你们绝对不会这么搞，对吧？我们在小城夜世界2的时候试过，但是试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好，因为当你搭了这么大的景之后，很多事你就必须得按照流程操作了。是的，我们那会儿也发通告，但是这样的话，大家的去把握随机的这个可能就变小了。那我在想，丙叔你是一个 I 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我觉得做纪录片其实挺难，因为你要调动别人，你自己本身假如是一个比较心如止水的人的话，你怎么调动别人？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我不太去 care 别人什么感受啊。但这样你不会觉得就是不会有人在那边说你这个太冒犯别人了，太那个？采访跟交流不是一回事儿，就是知心大姐跟你交流那是一回事儿，采访是另外一回事儿。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人的故事说出来，那就一定要让他情绪有波动。他的情绪如果没有波动的话，他很难把真实的故事说出来。你不怕别人突然就发飙，突然就那个吗？那他发飙，我觉得也是一种反应。因为随机性，丙叔团队单期纪录片的拍摄时长在9到30天不等。那在这过程之中，他们实际接触的采访对象比节目最终呈现的往往还会要多一些。那跟拍丙叔幕后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在见到嘉宾之后，通常是不会直接做采访的。那比如这位变性人小八，在今天正式采访之前，
丙叔他们已经完完整整的先跟拍过他一整天了，而且不管是跟拍还是采访，我们发现丙叔他们几乎是不用三脚架的。我本来以为这可能会影响观众的观感，但最终发现没有，反而非常有临场感。也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能够进门不到3分钟，不需要布光，立刻就投入采访之中。为什么要来做人妖表演呢？因为我听说在泰国很多变性人或者像他这样人可以有很多职业，他为什么要做人妖表演呢？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อยากสอบถามว่าทำไมมาถึงกรุงเทพแล้วเลือกที่มาเต้นกระเทยโชว์อย่างเงี้ยทำไมทั้งที่งานอื่นก็ทำได้หนูคิดว่ามันเหมาะกับแบบพวกหนู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ด้แต่งตัวสวยๆเข้าใจปะคำว่าสวยมันคือเหมาะอยู่แล้ว我那天看他唱歌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都是假唱。ก็เป็นเพลงผู้หญิงไม่ใช่เหรอใช่แล้วทำไมไม่ร้องจริงเลยไม่คาบาเล่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อยู่แล้วมันลิปซิงค์อยู่แล้วการแสดงอย่างหนึ่งครับ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ลิปซิงค์ใช่ไม่ใช่แบบ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นักร้องคาเฟ่ไม่ใ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表演的舞蹈表演也没有真正的那个舞蹈团有那么专业。那么他是不是在利用他人妖的身份？หลักๆน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อ่ะไกด์จะบอกว่ามาดูเหรินเยาคือคนสวยโชว์ไม่ได้ดูแบบว่าความแบบขนาดนั้นมาดูความอลั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สวยว่าเนี่ยเขาสวยยังไงผิวพรรณเขาเป็นยังไงเนี่ยเขาเป็นผู้หญิงยังไงอย่างเงี้ยOK Good 谢谢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รับ好吧男朋友อะไรนะ对，你是他的菜，看完我们在这拍了那么多天，都没有人能打动他。Team 来了，你看就不一样了。我发现你踩的时候，你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你一开始还是不具有这种猛的问题的，然后你会刻意的慢慢引导到最后了，再来问那些比较重要，比如薪酬，然后他爱情、恋爱能放在最后。你是有意的在控制这个节奏，对吧？对，就是你需要去关注他的感受吧。然后，而且其实我今天一聊的时候，我聊到他爸爸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是有点红的。然后我一开始我就想去捕捉他的这个情绪，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情绪跟片子的关联度不高，不是最好，对吧？没有必要去硬挖。后面我发现你会立刻往回收，你发现不是很合适的时候，立刻就会收回，然后再去。对，但是这里面其实沟通的时候信息量确实还是有的。对我能感知到，就是有些你表达的意思是丢失掉了，被翻译出去了。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参与过丙叔他们的工作之后，我就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工作逻辑。比如得知今天的采访对象下班之后约了朋友，他们就会马上调整行程，晚上10点多就真的出门跟着继续拍摄，绝对不会去干涉嘉宾的行程。这注定了他们的工作强度是不会低的，只能找一个间歇去吃点饭或者眯一会。那比较巧的是，我们在拍摄幕后的时候，刚好遇上了泰国的泼水节，有一点内向的丙叔也被我们强行拽上了车，体验了一波。但其实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哇！冰水我哥！这种阵仗也没见过，对吧？不是，刚才咱俩过来那一瞬啊，我已经懵了，我估计颜真应该现在正在四处找高点。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最离谱的水枪战了，对吧？所以我们有些礼物给你准备，这是我们公司里面都没有的一套设备。哇，风挡雨刮系统，就是它会始终有风吹出来，所以水是永远沾不到镜头上的。OK， 这样就可以做雨中拍摄。然后呢，还有一套，这个也是国内基本上没见到的，现在才第一批样品出来。OK， 这是一个给 Pocket 3开发的车载拍摄臂，你坐任何一个出租车往背后一吸，你可以在车上遥控它来进行运镜。哦，这个太棒了，是不是很带劲？这个也是刚出来的一个样品。哦，但是你们的第一批有的。把颜真叫过来，喊爸爸。现在这个被追着泼的人就是颜真，他这个人让我觉得是有点意外的存在。颜真大学学的知识可以说是和视频制作毫不相关，但是离谱的是，视频到目前这几条长达2个小时的片子，大部分都是他拍摄的，而且全部是由他来剪辑的。他能用不到30天的时间，从平均6TB几百小时的素材之中剪出来这样一条长片。你是读摄影专业的吗？不是读摄影专业的，你可以说我是理工男吧，就是在中传读的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学的是各种工科的内容，什么高数、大学物理、信号与系统、模拟电路、
编程这些东西。但是你自己这帮主剪都是你？对，主要就是。你平均剪这样一个片子要多久？平均25天吧，25天一个片子。前5天我可能会，比如说看素材，把所有的对话、采访全部理一遍，然后把所有采访的内容重点全部筛出来，标记上。然后我就会开始考虑穿插的问题。那你觉得剪不同长度的视频体验上是完全不一样，还是说工作流上是完全不一样？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有点很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片子太长的话，你一个最容易产生节奏感的那个方法，就是分章节。我对分章节这个事情是比较的兴奋的，就是我比较喜欢做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我觉得是个长篇必备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很好奇，能从理工男变成如今很有个人风格的视频创作者，那颜之二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第一次拍摄是大学的时候，大学因为我报的专业其实和我想做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然后进校园电视台上了一些摄影课当时老师教了大概2-3节课吧，然后在那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买了一台相机自己拍。如果你喜欢影像的话，你首先你得自己去，你得创造影像。你拍足够多的东西，你会知道，就像你说的比较吧，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就可能你就会慢慢的让自己好的那个阈值会越来越高。我可以说几部对我影响挺大的电影，风格影响挺大的电影吧。罗马那个导演嘛，他剪辑、摄影，导演都是他，这是我一个比较想要成为的状态。还有一个，我觉得《风骚律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我觉得看了之后就一定会对你的审美有帮助，一定会。颜之在拍摄的时候很擅长寻找独特的视角，比如这种和这种。那一般来说，他会在拍摄之前先会找到一些 BGM， 然后跟着音乐的感觉构思出与之相呼应的空镜。可以说他的剪辑思维直接影响着他前期的拍摄的风格。我们也注意到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雕琢好每一个空镜，这对他的片子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情绪控制能力。那这也是我们发现他团队最核心的一点，每个人对内容创作都有自己的思考，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不是螺丝钉，而是一个个齿轮。那在如今这个对于中长视频普遍缺少耐心的环境和市场之下，我想知道丙叔他们对内容又是怎么考量的？就纪录片这个东西它特别容易就做成小众纪录片。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切入点跟你的这个观点没有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走的话，你就会做成小众。一个是一定要在时代背景之下，还有就是一定要避免被你的人物扯进去。你被人物扯着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失控了。我不知道你96年那可没看过，你知道这个东方时空东方时空原来最早的一批这个领导里面有个叫陈芒的，他当时是对这个东方时空的编导说了一句话，叫你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其实是个很鸡汤的话但是放到业务操作里面来的时候，经常会这样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劲爆，然后再下一下你会发现你的片子散了。那你的职业是什么？就我其实说真的，我也会很好奇丙叔，就是你要做电影做院线，你可以去做那种导演。为什么选择做 UP 主这条路，然后再把它往一个电影化的方向去走？你知道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掌握的这些信息，很多的视角其实是一个西方传播理论。然后我想用中国的话语视角，然后把各个国家都走一遍，做一个视频版的人间喜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做内容和赚钱怎么平衡？每个博主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去年中旬之前一直都没有平衡。就是视频创这个项目是团队最大的窟窿。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账上只有1个月的工资，发完就没了，账上只有1个月工资。然后那个年终奖发不了，因为发了就破产了，因为年终奖加1星就直接没了。对。然后我们当时有个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有这个情况。对。我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人是很荡的。其实你说做优质的内容，它也是需要精力和时间的。但是当你钱不够的时候，你去这个地方，你待的时间长和短什么都会受影响。然后当时疫情就彻底放开了嘛，放开之后就想着可以重拾出国去拍，然后就说要去日本拍。日本那会儿也是用的信用卡加这个信用贷，当时也不知道是就是
就这种事儿吧，就跟你爬那个攀岩似的，你不能往下看，就是你不能往回看，往回看一看你要吓死。你往回看觉得太傻逼了。那充电和商单，你怎么来看这个用户付费和甲方付费？我依然觉得用户付费是良性的。就是用户付费，然后大家专心去做内容。就像如果我们现在有充足的预算的情况下，我可以待很多天啊，我想待几天待几天，对吧？对。而且我觉得实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观众也会觉得很爽。我觉得这是非常良性的。所以我现在在给我公司的小伙伴，我今年年初开会的时候说过，大家一起努力之后，我说团队要争取努力给大家一个归宿。那什么叫归宿？不是说？比如说我做完了就完了，而是说我做完之后，你们在这儿得到成长，你们以后可以有更好的东西，甚至是自己的 IP 打出来。要不然的话，回头人家说起来，操，我跟他这几年就浪费时间了，PUA 我，豁达。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各位觉得这次我们和丙叔的后台有一点意思，能学到一些东西。如果各位喜欢的话，也请一定要关注视频道，好吧？一定要关注，让他们也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变得更好。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都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